不明确。是。一敏，准备战斗。 张坤，你干的好事儿啊！啊，我辛辛苦苦经营的诱捕据点，全让你给毁了。魏成仙，你在说什么呢？是啊，什么诱捕据点？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？这个地方是梅成仙设下的陷阱，专门诱捕那些寻求帮助的军统。还不把人给放了？放了吧。张坤，你所做的这一切，是不是都是故意的？我是故意的，我倒想问问你呢，为什么这一切不提前告诉我？我是通过这里发出的暗号才知道这里是军统的暗点。行动之前，我邀请过你，如果你把这些事情提前告诉我们，整件事就不会发生了。科长，刚才张坤也非常危险，差一点就命丧狙击手枪下。狙击手？我没有安排狙击手啊！你没有安排狙击手。这么说，这个狙击手另有其人。啊，是。丁处长，马上带领人过去，一定要抓住这个狙击手。是。我们走。立刻通知宪兵队，火速过来增援。嗨。
这里范围太大了，我们人手不够，如果分散开，很容易被偷袭。才是真正的军统据点。马上进行包围，把这里的人统统予以剿灭。是，上。你为什么阻止我开枪？按照你的举动，我可以随时处决你。无论怎么样，你要尽快决定。日本宪兵队已经包围这里，我已经安排好了退路，仅凭敌人的兵力还不足以包围我。神奇枪声，日本宪兵队已经到了，他们怎么会这么快？租界的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宪兵队在这里已经有驻军了。我先不杀你，我们分头突围。只要我们还活着，我一定会追究你的责任。是。这些不是一般的敌人，我们这么多兵力，居然到现在也没有把他们歼灭。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对方应该是重庆那边派来的人，负责清除和重建军统组织。哼，那看来我们还因祸得福了，居然还捕了一条大鱼。人在里面。再不上，就来不及了。里面有个很重要的人，我一定要去救他。野狐，我先把眼前这几个小鬼子灭掉。 不
下。走。停止射击！立刻进入仓库进行搜索。没有我的命令，不准开枪。组长，我们被包围了，怎么办？跟他们拼了！我跟你们拼了！住手！这个人一定要抓活的，别过来！我保证你。心停。执迷不悟，竟然想对我开枪！你表现得很好，我会记住你今天晚上的举动。真是可惜了，这个女人掌握的秘密，我们不会再知道了。你这话什么意思？难道由着他向科长开枪吗？我不是那个意思。别吵了，马上安排人员把这里仔细搜索一遍，不能放过任何一个人，任何一个疑点。快！你刚是怎么了？张坤杀了重庆派来的负责人，刚才他们已经被敌人包围了，坤哥是迫不得已。可是他就在梅谷子的面前开的枪，如果不是他，梅谷子早就死了。因为你冷静点，这件事情我们回去以后再说。走。你今天晚上立了这样的功劳，应该感到高兴才对，怎么还闷闷不乐的？我刚刚亲手杀了子姬以前的同事，你让我怎么高兴得起来？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，毕竟现在阵营不同。现在这世道，像你这样有良心的人，
不多了。刺客在屋顶。走。小夏，快来！就在附近，搜。是。张坤，你给我解释清楚，这个刺客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对这个刺客一无所知，你让我怎么回答你？今天晚上梅成先请你们吃饭，除了你会向刺客透露行踪，还会有谁？我一直跟丁处长在一起，我根本就没有时间去散发消息。我一开始就不相信你。等等，你有没有看清楚凶手的样貌？对方蒙着面，没有看清楚。报告大佐阁下，这是刺客留下的凶器。梅谷子，刺客是神秘刀客。虽然我并不怎么看好张坤的忠诚，但是在这件事情上，他至少并没有撒谎。大佐阁下，这张坤说不定跟神秘刀客有关系，这也说不定啊。张贺在走廊直接向你发动了袭击，甚至都没有顾及走廊上的警卫，是因为他根本就是临时起意，事先没有经过谋划，杀你不过是凑巧。你得感谢大佐阁下救了你的命。看他的样子，竟然是想置你于死地。他不仅想抢你的位置，甚至他还想要我的命。你没受伤吧？走吧。你等等，刚刚被子弹擦破点皮，没事的。你怎么突然来了？我不是担心你吗？所以我就躲在宅子里。没想到你突然从房顶上落下来，急死我了。今天是你救了我的性命，谢谢你啊。他们怎么会突然那么多人一起吃饭？我也不知道，刚才差一点就结果梅成仙的性命了。我应该拦着你，不让你去的。刚才你从屋顶上摔落的场景，想想都害怕。放心吧，今后不会的。
只是这次的计划没有成功，接下来只能看一敏他们的了。我们就应该听一敏的，暂时先别行动，看看还有没有其他的办法。你放心，这次计划是坤哥他们制定的，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。还是先汇报给朱先生，看看他怎么说。我告诉你，不管朱先生同不同意，这次行动都必须实施。坤哥现在的处境非常艰难，我一定要想尽办法帮他尽快脱离困境。如果梅成仙他不肯进入院中怎么办？至少他会派人进去，爆炸会消灭他大半的兵力。至于保护他的人，我们自己解决。坤哥说会给我们至少5分钟的时间，只要行动迅速，应该是来得及的。我去对面准备吸引敌人，多加小心，小心点儿。放心。丁处长，你和张坤把周围给封锁了，别让一敏给逃了，否则的话，我会亲自向美谷子科长报告，他可轻饶不了你们。梅成仙，是我约的一敏，我觉得应该让我先去打探一下比较好吧。用不着，一敏是跟你联系的，而不是我，说明他并不是真心投降。对这样的人，就有必要给他点强力措施。如果他自愿受擒的话，那还好，我还可以考虑给他留一条命。否则的话，哼，别怪我不念当初那点旧情。放心吧，今晚行动的总指挥是你，我和张坤只是负责封锁，我们一定会不折不扣的执行。好，这样最好。弟兄们，跟我一块去抓一敏，抓到了他，我保证你们个个升官发财。走。好大的威风啊！真是拿鸡毛当令箭了。管他拿什么呢？我们坚守岗位，总归是不会错的。弟兄们，把各个路口都看好了。是。给我接宪兵队石岛队长。快走！
你们为什么不进去支援？梅副处长传达您的严令，我和张坤要负责封锁周边的路口，不得离开半步。听我的命令，立刻包围作战区域。是。走。敌人包抄过来了，快撤吧！不行，他已经看到你们的脸了。今天无论如何都要杀了他。赶紧走！快，一鸣！报告科长，敌人躲进了树林，里面情况很复杂。对方几个人？就一个。对方有人受伤，他们是故意引开你们的。通知其他人立刻返回原地。嗨。其他的人，给我送。嗨。慢点儿，坚持一下。小心！一鸣，慢点儿。我清理干净门口的血迹后，就抓紧时间离开了。谢谢你啊，同志。他是接应我们的同志，今天要不是他，我们两个很难脱身的。你感觉怎么样？我还好，撑得住。不行，你伤得太重了，我赶紧去找我姐。先换件衣服去。还有，特务对医院已经进行监视，多加小心。你把他安置在卧室，我马上就回来。路上小心。不用担心我，照顾好一鸣。一鸣，坚持住。你慢点。你等我一下，我马上就出来。好。你是来干嘛的呀？我姐在里边工作，我来找她。你怎么来了，姐？我是来找你帮忙的。医院来了这么多特务，原来是跟你有关系。你告诉我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10万伙计，现在来不及说那么多。受的什么伤？枪伤。过去吧。警察。这么晚了，您上哪儿去啊？我家里有些事情，要回去一趟。那对不住了，我得检查检查您的包。给您。您坐好。谭公馆。好嘞。怎么样了？子弹已经取出来了。我姐说，只要平安度过今晚的危险期，应该就会没事了。大小姐，真的太谢谢你了。一鸣失血过多，要不是彩儿给他输血的话，根本没有办法进行手术。你这么看着我干嘛？
一鸣也是我的朋友，我这么做是应该的。现在你们俩可以告诉我，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了吧？姐，一鸣和坤哥都是军统的人，今天一鸣是为了除掉他们的叛徒才会受伤的。那你们俩怎么回事？我们两个一直都在做抗日的事情。大小姐，其实我早就恢复了记忆。我的家人是被日本人杀害的，我一直在为我的家人报仇。我是怕你们担心，所以一直没有告诉你们。对不起。小夏，你一直在为家人报仇？姐，小夏他其实就是报纸上说的神秘刀客。你先上去照顾一下一鸣吧。好吧。你这丫头真是胆儿大，做了这么多事情都瞒着家里人，要是被阿爸知道了，还不被你气坏了？姐，就是因为阿爸一直要求我们平安度日，我才会瞒着你们的。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。现在日寇占领了我们的大好河山，我们要是不起来抗争的话，中国就真的亡了。你别跟我说这些大道理，我又没说你做的不对，只是突然听到这些，太过意外了。姐，我今天跟你说的这些，你替我保密啊，不要告诉大哥和阿爸。行了，该怎么做我心里有数。幸好我上次听了六叔的话，在家里准备了一些应急的药品，要不然的话还真是束手无策呢。一敏这边还是我来照顾，你赶紧带着小夏回去，太晚的话阿爸一定会担心的。姐，谢谢你。为什么还不采取行动？科长，情况有些不对，既没看到人抵抗，也没有看到人逃脱。我建议还是先派人到里面侦查一下。进攻讲究的是速度，你们如此犹豫不决，只会贻误战机，还不赶快行动！行动！丁处长，这里面一个人都没有。就是因为你们的犹豫不决，才会让敌人逃脱。科长，我们一来就立即包围了这里，绝对没有一个人逃出去。张队长，既然你对军统的手法很熟悉，那么至少可以找到存放军火的位置吧？信息虽然是梅成先留下的，可时间过了太久了，说不定对方已经转移了。即使东西转移了，那位置总还在吧？我明白了。把这个打开。科长，藏武器的地方找到了，武器还在。小心！幸好张坤发现的及时，我们才逃过一劫。这是对方设置的陷阱，想置我们于死地。对方一定是个高手，刚才连我都没有发现引爆手雷的装置。
这件事情不能怪你，你已经提前预感到有情况，是我没有听从你的意见。哦，对了，你和张坤制定的计划，我已经同意了，你们可以实施了。可是实施计划需要的经费啊，关于经费的问题，我已经和市政府打好招呼了，你们直接去办理就好了。谢谢科长。这次你救了美谷子的命，他对我们的态度可大不一样了。如果他能听我的，就不会有刚刚那些损失了。凡事总有一个过程吧，不必太着急了。他既然同意了你的计划，就说明对你越来越相信。你们先回去吧。是。走吧，跟我去趟市政府。怎么就你自己啊？巧儿呢？我有些不放心，就先过来看看。怎么？你不信任我？杜静云是你开枪打死的，一鸣也是因为你而受伤的，而且我今天亲眼看见，是你救了美谷子。如果今天你不跟我解释清楚，你让我怎么相信你？杜静云是在求死，他不想自己落在日本人手里。我开枪射击，实属无奈。那一鸣呢？美谷子为什么会突然带兵出现在那里？一鸣是个意外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美谷子会突然出现在那里。对于一鸣的受伤，我比你更心痛。心痛？可是你除了营救美谷子之外，没有任何行动。我本来是制定了一个计划的，可是我突然间发现，我没有十足的把握去刺杀美谷子，所以我临时改变了计划。我为什么要救他？我只有把他救了，我才能博得他的信任。小夏，我可以实话告诉你，现在无论我做什么，我的前提是必须保证我母亲的安全。借口！我真的实在不知道，你还是不是我之前认识的那个张坤？你不相信我，我可以理解，但是我可以证明。师傅，再快一点！好嘞。科长，您怎么来了？张坤呢？我找他有事。他回家了，说是去洗衣服。回家？谁陪他回去的？他自己，说是为了避人耳目。带上人，跟我一起去。是。为什么要动手？你先动手的吧？是你先掏的枪，我才动的手。彩儿，把我上衣兜里的东西掏出来。
这是侦缉处侦测组的分部图，我就少拿它，它可以证明我根本就没有投靠日本人。你们俩放下刀枪再说话。不是说好一起来的吗？怎么还自己先来了？他是担心你的安危，所以先提前过来看看有没有埋伏。别以为这样我就会相信你。要救你妈，赶紧行动，别总是和日本人沆瀣一气。我母亲现在被关在宪兵队里，而且是重点看护对象，根本就没有机会。我不可能冒这个险。这些我们都知道，但是坤哥，你应该找机会跟我们联系啊！你这样消失这么久，难怪小夏会产生怀疑啊！彩儿，我们快走！等等，你们这么出去，很容易被发现。不用你操心，我会保护彩儿的安全。如果你们这么走了，会暴露身份。你们即便逃脱了，那唐爷怎么办？这也不行，那也不行，到底应该怎么办啊？行动！所有房间给我搜！嗨！看来你对我们的到来一点儿也不惊讶。你们在楼下发出那么大动静，我早就看到科长带人过来了。你这儿怎么这么乱呢？自从我母亲被带走以后，这是我第一次回家。看来科长对我还是不肯信任的。我就是为了要相信你，才来查看的，才会当着你的面不避讳的让人搜查。信任不是一件随便能说出口的事情，要信任一个人，就不能让他在你的心中留有疑惑。科长办事的方式果然与众不同。报告科长，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地方。报告科长，没有发现。看来你的确值得信任。明天我会释放你的母亲，让你们母子团圆。那真是太谢谢科长了。我们回去吧。
以走了。放心吧，安全了。那我们现在要出去吗？先不要出去，万一周边还有特务呢。杀人了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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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。下一个目标是谁？上海经济委员会的主任伊藤三郎。晚上7点，我们在西餐厅门口会合。我会准时到达的。请问二位需要点什么2杯红酒，2份牛排。好的，请稍等。这么多人，不太容易下手。实在不行的话，就取消计划，下次再找机会吧。再等等吧，见机行事。请慢用，请慢用。谢谢。来。稍等，我去趟洗手间。嗨，请，都走。那桌站起来了吗？既然他们已经平安出来了，咱们也该撤了。走走。嘘。请。好。梅谷子科长，您今天特意找我来，是有什么事情吗？唐祖光拒绝了景川的提议，
坚决不肯担任商会的会长，这对你来说是个好消息呀。我倒还真希望唐祖光来当这个会长，因为我很担心我完不成皇军交给我的任务。你有这份心意倒是好。我今天叫你来，就是想知道，如果想让唐祖光屈服，他最大的弱点是什么？哼，要说唐祖光最大的弱点，那就是他的家人和他的红木工坊了。哼，他和他的儿子唐汉卿的那些作品，那就是他的命根子。原来如此。吴小姐，看什么呢？刚才好像听见有什么声音不太对劲。是你太多心了吧？从门口到宴会厅，5步一哨，10步一岗的，什么敌人能混进来？美谷子科长要求万无一失，我不得不多加提防。那要不，我再陪您把宴会厅周围所有房间检查一遍？多谢提醒，不过我已经派人查过了。我信得过你，信不过你那些手下。好，那我就亲自再查一遍。请。涂会长，这些是做什么用的？科长，请坐。请坐。这些呀，可是好东西。这是用来吃螃蟹的工具，俗称蟹八件。这本来呀，吃螃蟹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，但是呢，有了这套工具，那就可以尽情地享受螃蟹的美味了。哎呀，你们中国人呢，就是喜欢把大量的精力都放在这些吃的上面，怪不得越发的贫弱。灭亡是理所当然的事情。啊，既然蟹八件都已经上齐了，涂会长，让人赶紧上螃蟹吧。哦，对。上螃蟹！张队长，你怎么不参加宴会啊？这对我来说，陪领导吃饭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。我一会儿宁愿结束之后陪兄弟们吃夜宵去。好吧。
慢用。科长，啊，来，请，诸位，请。请。好，科长，你看啊，这样，咦，这就可以吃了。各位，今天请大家来，想必大家心里都很清楚，大东亚共荣必将成为现实。如果你们想共享大东亚共荣所带来的成果，就一定要支持涂会长，完成皇军所交付的任务。科长说的是，这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，我们都要为这个大东亚共荣圈的政策出力，好好服务啊！我们不是不想出力，我就是个开车行的，也使不上力呀。你们这一个个商人，不是不在，就是推脱，什么意思？
负责屋内，其余的人在屋外搜查。是。走。别开枪，是我。小夏，小夏，一敏，一敏，一敏，你怎么了？趁敌人还没有来，赶紧带他走。敌人已经发现我们了，唯一的出路就是那个通风管道。你们带着我，根本来不及撤退。不可能，我不可能把你留在这里，赶紧跟我走。你们赶快走，要不然我们大家都会死在这里。要走3个人一起走。我来掩护，彩儿带他离开。科长，你没事吧？对方居然是从通风管道口进来的。如果不是吴小璐挡在我面前，恐怕现在死在这儿的人就是我。还好我们听到枪声，有了防备。通知所有人员，立刻封锁通风管道口。哎！报告科长，在分队的工作间打死了一个刺客。走。一敏，张坤，一敏怎么会在这儿？我真的不知道，是不是你向他透露的消息？科长，今天晚上要不是张队长在外面负责指挥，我们蒙受的损失肯定更大。侦缉处的人员被拦在门外，保卫工作是由特高课负责的，您不能把火撒在张队长身上。如果不是你们向他透露情报，一敏怎么会知道我的行踪？恕我直言，特别行动队的成员身份复杂，良莠不齐，为了钱就能出卖情报的人也不在少数。科长，此地不宜久留，您是不是？走。请。真是让你说对了，这今天晚上保卫工作要是由我们负责的话，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。长坤，长坤，走。
你们这是怎么了？小叔，小夏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我们去刺杀美夫子，一敏牺牲了。啊！哎呀，不是告诉过你们不要轻举妄动吗？你们怎么就是不听呢？我们只是想为朱先生报仇，结果没想到，哦，马先生过来了，让我通知你，明天过去见他。好了。看来这本书不错啊。销量很不错的。我看看。过来。九龙柜，九龙柜，他为什么要烧我的九龙柜？为什么要？为什么要？
杀汉卿大哥的时候，并没有丝毫的犹豫。难道你就是那个神秘刀客？恭喜你，答对了。喂，不好了，科长，景野被杀了。什么？科长，全部都是一刀毙命，而且凶手用的是雕刀。是我让他们不要挪动尸体，免得破坏现场。是那个神秘刀客杀了京野。是的，但这次他的目标是冲您来的，你以后要多加小心。冲着我来？这次的刀客很奇怪，他用的全是唐家的雕刀。神秘刀客，我一定要把他碎尸万段！走吧。明天天亮以后，所有人员向闸北军火库方向集结。晚上7点钟之前，所有人员必须到达各自指定的作战区域。看到信号弹之后，向军火库发起进攻。是。下去准备吧。是。彩儿，政委，我知道你在担心他们，放心吧，他们2个人不会有事的。虽然他们俩制定了计划，可是特高课距离宪兵队实在是太近了，万一被敌人察觉，彩儿，你要对他们2个有信心。
手举起来！把他放下！慢慢转过身。 张队长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怎么去了这么久？我去巡视了一下特高课的警备情况。怎么，你对特高课的安全还不放心？当探长当时间久了，习惯了。太过小心就是胆怯。丁处长那边有消息了吗？哼，他这个人老奸巨猾，特高课的人没到，他是绝对不会出现的。 张坤，你竟然敢背叛我！我之前跟你说过，如果我是你，是不会留一个隐患在自己身边的。你竟然敢在特高课对我设伏！因为只有在特高课，你才会完全放松警惕。这也要感谢你对我的信任。哼，不是信任，是你的行为蒙蔽了我。说，你在外面的同伙是谁？是你，你就是那个神秘刀客。应该是我们。在这儿伏击你是他出的主意，因为他更迫切的想杀了你，为他家人报仇。家人？夏家言是我的父亲，唐祖光是我的师傅，唐汉卿是我的大哥。你犯下的累累血债，今天一起讨回。原来如此。但你们别忘了，这里是特高课，离宪兵队只有一步之遥。只要枪声一响，军队马上就会赶过来。我就是搭上这条性命，也不会让你们逃走。这一点我们知道的很清楚。
逼死张夫人，害死我师父和大哥的时候，你就应该会想到有今天。我承认是我输了。仔细搜，不要放过任何可疑线索。是。快追，别让他们跑了！快！处长，处长，看这个。处长，什么事？你们两个留下，其他人跟我走。是。走。一定要注意安全。来，帮我交。怎么样？都放好了吗？啊，放好了。政委，哎，还有彩儿，来。政委，我想请求您一件事。我知道，你是想去接应他们两个。虽然他们的计划很周密，但是我还是很担心。而且我答应过小夏，要等他们两个回来。
我答应你的请求。谢谢政委。你为什么放这些东西在上面？只有炸弹，威力是不够的。炸弹在爆炸的同时，把这些碎片崩出去，那个杀伤力啊，就比只有炸弹的威力要大多了。原来是这样，看来坤哥身上真的有很多值得学习的地方。小夏，你我相处的这些日子，我在军统特训所学习的技能，你基本上都已经掌握了。哼，尤其你想到在特高课袭击美谷子，这一点连我都没有想到。其实呢，还是要感谢我父亲。我说了你别不信啊，我父亲从小就让我读《孙子兵法》。《孙子兵法》？是啊。那对彩儿呢？你用的什么兵法啊？同志们，我们这次的任务非常的重要，为了支援根据地的反扫荡行动，我们要全力以赴。有没有信心？有。有没有信心？有。政委，汉彩，你怎么这么早就出发了？政委，我想早一点到达经营地点。我知道你担心他们，但是你要记住了，你不能贸然行动。你那么做的话，不但帮不了他们，反而还会给你们带来危险。政委放心吧，我一定不会冲动行事的。路上注意安全。是。立正，出发。彩儿的事情，我要跟你正式道歉。这事你不用道歉，我心里明白，感情的事情强求不来的，而且我承认，彩儿现在确实比较喜欢你。谢谢。你也没必要谢我，我也没说把彩儿让给你。我刚刚只是说彩儿现在比较喜欢你，又没说彩儿她要嫁给你。我对彩儿对我的感情有信心，我对我自己的能力也有信心。好，这件事到此打住，咱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，这万一景川提前来了，我们可就来不及了。这些都是在他们的住处查出来的，是在唐汉彩的藏身之地找到的。大佐阁下，张坤故意留下这些线索，肯定略有图谋。要不然以张坤的精明，怎么可能会让我们知道他的藏身之处？不一定是张坤留下的。从决定抓捕唐汉彩开始，张坤就一直被美谷子留在身边。这些东西必定是之前跟他的同伙商量的时候留下的。如果是张坤的话，他肯定把这些资料毁掉。但是唐汉彩和那个神秘刀客未必这么专业。大佐阁下，这个事情已经很明显。别再说了，你马上回去，通知侦缉处和特高科的人员赶往新冷化工厂，但是不要直接进去，在路旁等待跟我会合。是。大佐阁下，兴隆化工厂是山田君被偷袭的地方。哦，那里今晚将变成詹坤和神秘刀客的墓地。
我最后还想再劝你一句：您现在的责任是保护军火库的安全。不要再说了。如果藤条司令长官怪罪下来，一切的后果由我来承担。现在马上集结部队出发。嗨。大佐阁下，里面什么情况了？侦缉处和特高课的人员已经全部集结完毕。特高课和侦缉处在这个区域进行封锁，一定不能让他们2人逃脱。是。还有，在上次他们逃脱的排水口处，也要加派人手。特高课安排人员过去。我要打他个出其不意。出发。到现在还没有动静，不会是景川他们意识到什么了吧？以我对他们的了解，他如果知道咱们2个在这儿，就算他不来，他也会派别人来的。希望他过来，我可不想再扰了他。如果他不来，我们就按原定计划牵制一下敌人。可如果他要是来了，我们就没有理由让他再活在这个世上。那是必须的。安排小分队进入侦查。嗨，集合，全力追击，快行动！哎，狄处长，你带着侦缉处的人进去搜查。是。行动！都别动，前面有埋伏。撤！撤！快撤！
大佐阁下，里面情况复杂，要不然今天先撤，改天再收拾他。丁处长，你要是敢反抗我的命令，格杀勿论，包括你的人。可是，大佐阁下，里面到处布满了埋伏，我总不能让我的弟兄们白白送死啊！难道还要我再说一遍吗？准备射击！大佐阁下，丁处长，我们不能听日本人的。对呀，不能听日本人的，这不是让我们去送死吗？弟兄们，弟兄们，弟兄们，安静点！射击！小日本！全体进攻！继续进攻！全力发起攻击！嗨，全力进攻！时间到了，发信号弹。同志们，冲！打！进攻！
真是没有想到，我一直寻找的神秘刀客，竟然是你。和美谷子临死前说的话是一样的。你真的以为能杀得了我吗？我没时间跟你啰嗦。现在我就送你上西天。小夏，小夏，坤哥。坤哥！
火哥。别费劲了，我走不了了。不行，趁敌人还没来之前，我今天一定要把你救出去。你干嘛笑？我和你的仇都已经报了，难道这不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吗？但是咱们俩现在这个狼狈呀！我趁着敌人还没来之前，把你救出去。哎，高丽路！哎，哥！别浪费时间了，我走不了了。答应我3件事：一，我爱彩儿，以后的日子你要保护好彩儿。2，我想加入你们，你替我加入共产党。3，战争还没有结束，你要帮我多杀一些鬼子。走啊，国哥，跟我走，走啊！走，你走，走啊！走！别让我失望。小夏，坤哥呢？坤哥呢？
哥。